侯爷，我来接舍妹回家，烦请放人。三哥，罗四正的消息倒是灵通啊，不过你这个小小的大理寺正，也敢拦本侯爷的车？我未着官服，一人一马，白衣身份来接自己的舍妹，有何不可？要是我不放呢？那我只能告知英国公，他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手下的铁骑定会将你的侯府围个水泄不通，到时候，大家的面子上都不好过。三哥，小心，梅梅。这件事情早就过去了，你也放过你自己吧。三哥，我们走。这，你真的没事啊？陆家学到底想做什么呀？他不过是借宋子云，逼我承认自己就是徐梅。宋子云，宋云山的孙女儿。没错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和他都是陌路人，不会因为他而改变心意。公子，我们搜查了这几天宋子云的落脚地，在角落处发现了这个。这到底是个什么呀，公子？这或许是宋家的另外半本账本，给夏勇师兄。是。多谢啊，好嘞。哦，见过国公爷。怡宁呢？哦，您后边请。嗯。您来了。姨娘。我正好路过这儿，顺便进来看看。哎呀，这灯笼都挂起来了，好看。我女儿的字写的也可以啊，苍劲有力。那是我三哥写的。难怪，一看就是男人写的。那个，这都快过年了，这天气怎么还这么热呀？您请坐吧。啊。姨娘，你平日都喜欢吃什么呀？我让府里厨子做好了以后可以给你送过来，好不好？不用劳烦了，我身边的青渠、雪芝都是会厨艺的。而且这附近的酒肆，想吃什么都有。要，要。哎，你喜欢放烟花吗？前几日宫里给我送来了很多烟花，说特别漂亮。可是这府里面啊，没人敢放。你要不要？您有什么话想说就说吧。那我就直说了。这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吗？你能不能够来家里面吃顿年夜饭？也可以和祖母、弟弟妹妹一起亲近亲近。他们跟我说了好几次了，也想跟你团聚团聚，好不好？吃完饭以后，你可以在家里面顺便小住几日。当然，你要是不喜欢，可以随时回来。你不用马上回答我，可以再考虑考虑啊。我不去，不去，我还有公事，那我先走了。我愿意跟您回去。那我马上回去准备。
不许反悔。嗯。我的老天爷啊！怡宁姑娘只是回来小住几日，这国公爷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她。国公爷亲生的，这好不容易寻回，自然是要捧在心尖上疼的。这往日里还觉得明珠姑娘已经是千宠万宠了，可今日一对比，还真看出差别了。是啊，瞧这院子，给公主住都够了。对啊。父亲，明珠，你怎么来了？听闻怡宁姐姐回来，我特意挑选了一对白瓷花卉鸡头壶，送给姐姐。父亲可是嫌弃了？哎，把这个茶杯放这儿啊，这。姑娘，您这特意挑了一对花瓶，巴巴送过来，这怎么国公爷还嫌弃呢？父亲一直在外面打仗，一向与我不亲。话虽如此，可是怡宁姑娘还没搬回来，国公爷就这样对您，那往后的日子岂不是更偏心？算了，祖母一向最喜欢我了，不会说变就变的。还有婷哥呢，他只认我这一个姐姐。出，收，挑，出，收，出，收，挑，有长进呢。出，收，挑，出，不错不错。哎呀，魏婷有长进，有长进。父亲，母亲。怡宁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拜见祖母大人呢。依宁见过太夫人，愿太夫人身体康健。起来吧，地上凉。这是明珠，打小儿在府里长大的，比你小1岁。以后啊，你就是这府里的嫡姑娘，她呢就是你的妹妹，望你们姐妹同心，互相扶持。怡宁姐姐好。见过明珠妹妹。婷哥，愣着干什么？叫姐姐，亲姐姐。你不是上次那个罗府的姐姐吗？怎么又称我亲姐姐了？让你叫姐姐就叫姐姐，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无妨。今天我让厨房做了很多好菜，咱们吃完年夜饭以后，让姐姐带你们2个去放烟花。今年的烟花特别多，是宫里送来的，你们可以放个够，好不好？今日可有蜜半山药？吃了起疹子，你还爱吃啊？哎呀，煮熟了不就没事了？你让厨房把那个山药放好了，别让魏婷去乱抓不就行了？是不是？入席吧。哎呀，今天是大年30。1杯。今天是大年30。哦，那就半杯吧。你，好，就1杯，1杯。来。哎呀，真是。
那想当年我在军营的时候，和将士们那是抱着坛子喝呀，千杯不醉。现在好了，我老了，你要管着我，连喝酒的自由都没有了。祖母，慢点喝。您现在多大年纪啊？啊，能跟过去比吗？别说千杯不醉，就这1杯您喝完，那救急犯不犯都不知道呢。反正我是不疼。祖母，父亲他呀也是为您好呢。您忘了上次您肩胛骨旧伤犯的时候，疼的呀那是整宿睡不着觉呢。我记得当时祖母亲口说，以后再也不饮酒了。这个小鬼头，那病人说的话能作数吗？啊？你祖母啊，每年过年都来这么一出。哎，怎么没酒啊？给我女儿也满上。满上，你有我们魏家的血脉，一定也能喝一点啊。来，女儿，吃这个鸽子，这是府里厨子的拿手菜。每年停歌啊，都会吃完自己的，还跟别人换位子吃别人碗里的。国公爷，宫里派人来了。殷国公，官家有旨。臣魏灵，匍匐恭听。殷国公魏灵为国为民，居功尽瘁，乃国之栋梁，功在社稷。朕得知殷国公寻回亲女，天伦圆满，甚感欣慰，特赐封魏宜宁为青城县君，至上如右，奉行。叩谢天恩。青城县君接旨吧。宜宁，接旨接旨。宜宁接旨。殷国公请起，太夫人请起。恭喜殷国公、太夫人、青城县君，宫中还有要事，在下就先行告退。有劳了，我送你。请。公公，官家日理万机，怎会对我家这些区区小事这么上心呢？官家再忙，天下的事也都在官家的心里，何况有陆侯从旁提醒着。哦，官家加恩，自是顺理成章。哎呀，有劳公公了。国公留步。陆家学怎么有这功夫掺和我家的事？哎，都愣着干什么？啊，继续吃，继续喝。你看看你这些事干的，官家都知道了，小心那些有心人拿你的名誉做文章。您多虑了，要真有人能做文章的话，官家就不会赐宜宁县君了，是不是？宜宁啊，听说你有一个胭脂铺子，是，叫颜荣阁。明天去把它关了吧，然后搬回来住。哎，母亲，如果没有这道圣旨，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。可是，你现在是有名分、有品阶的人了，你再这样大张旗鼓的出去经商，一定会引来非议的。母亲，这些年咱们家受到的非议还少吗？您什么时候怕过？来来来，再倒一杯。没错，我是不怕。但是这件事没必要啊，咱们家又不差那点银子，他要是缺点什么，打个招呼不就成了？哎呀，母亲，还请太夫人见谅。
这烟容阁是我的心血，若太夫人实在不肯，便可以上书官家，就说身世之事纯属误会。姨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怡宁啊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怡宁不敢。怡宁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祖母说话呢？让他去上，上了书，你就不是我们国公府的人了，省得丢我们国公府的脸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父亲，士农工商，商者乃末流之辈。放肆！谁叫你这么说的？啊？我们魏家，靠的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才得以立足。当深知这功绩是靠自己真本事才能取得的道理，你这小小年纪就开始以身份论尊卑，你长大了还要仗势欺人不成？啊！怡宁姐姐经商不靠旁人，靠的就是自己的真本事。倒是你，长大了没本事养活自己，坐吃山空，那才是真正的末流之辈呢，懂不懂？是祖母不让他开店，明珠姐姐说经商的不入流，父亲为何教我？赵明珠，回父亲的话，我是在给廷哥讲书的时候，书上有提及这，才顺嘴说了一句。但我绝对不是说怡宁姐姐经商不入流。告诉你们俩啊，要不是看在今天是你们怡宁姐姐第一天在家里过年的份上，我饶不了你们！哎，小小年纪，口无遮拦，伤害家人，你还有理了？这孩子，你造反了，你还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教育他也得选个时候啊！这是干什么？这饭没法吃了。母亲。好看吗？要不要我陪你去房啊？不用了，我想回罗府。啊，也好，过年嘛。只是今天让你受委屈了，你祖母脾气直，性子急，但她心地很善良，你相信我，只要你和她相处久了，一定会喜欢她的，啊。还有，你祖父很早就战死沙场，我呢又常年领兵在外，这府里边都是明珠和廷哥陪着你祖母，他对两个孩子十分的爱护，我平时都大骂不得。但是今天，他们的确就是错了，我也错了，是我没教好他们，所以，我替他们向你赔罪了。您不要自责。其实明珠妹妹还有廷哥，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只是您因为包容我，所以才同意我经商，我很感激。感激什么？我是你父亲，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尽管去开。你祖母那儿，我去跟她说，不用顾忌。您不要再与太夫人起冲突了。其实，若今日不是我，就没有那道圣旨，说不定现在大家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正在吃年夜饭呢。以后你不许说这种见外的话。姨娘，今天你能陪我过年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你是我魏灵的女儿，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必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也不必看他们的眼色。我就希望你飞扬跋扈，为所欲为，天塌下来，为父替你顶着。
天气冷了，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谢谢父亲。等等。时光安宁，把年华都化作寻常岁月。有了时间的刚才叫我什么？让无言青丝交换白霜，满身衣裳。谢谢父亲。最后一缕长吻，余年轮嬉笑对望，归途云卷云舒都一身荒，候鸟一行到梦乡。这儿没旁人，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是不是故意叫婷哥那样轻贱怡宁的？祖母，原本就是怡宁姐姐做的不对，她顶着国公府嫡女的身份就跑出去开铺子，这不摆明了让我们国公府蒙羞吗？你呀，我知道你是为国公府好，但是你也不能让婷哥那么说她呀。是我跟婷哥说的那件事儿，但是我也没想着他能说出那样的话呀。这件事，你父亲特别生气，觉得我们给怡宁气受了。你这个丫头啊，你这个脾气也得改一改，要好好的跟他亲近亲近。明珠，知道了。过来，坐这儿。哎呀，我知道。你呢，一时半会儿是很难能接受他的。本来这府里就你一个丫头，现在又来了一个，还是亲的。这府里上上下下的态度，会让你不舒服的。没有，还嘴硬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哎呦呦！我跟你说啊。就算是来了个亲的，他也不敢欺负你。怡宁不敢，你父亲他更不敢。祖母，哎呦，傻姑娘哎！母亲，怡宁呢？走了。什么？走了？这闹脾气了不成啊？这以后见了我，连祖母都不叫了，得叫我太夫人了吧？明珠，去看看婷哥怎么样了啊？母亲，怡宁回罗府只是想念她在罗府的祖母了。这些年，要是没有罗老夫人护着她，恐怕怡宁早就被歹人所害，活不到今天。唉，怡宁这些年过得太苦了，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却没有享受我一天的照顾和爱护，我亏欠她太多了。我知道你觉得亏欠，但是你也不能偏心得太狠呐。我知道您是真心疼明珠，我也是。可是今天您看，她明珠那么欺负怡宁，您却一句话都没有。这件事我说过她了，她又不是故意的。倒是你，人家明珠送给怡宁花瓶，你觉得不喜欢，就给人家退回去了。哎呀，母亲，你应该知道，她明珠卧房里有多少奇珍异宝，可她就是偏偏挑了一个最廉价的，那不是明摆着轻视怡宁吗？我跟您说啊，我当面给她退回去，那都是看您的面子。搁我的脾气，我当时就给她摔了。还有啊，您让她关掉烟容阁的事，我不同意，那是她的心血。我也是为她好呀。作为国公府的嫡长女，官家亲封的县君，做事那得妥当。抛头露面去做生意，那我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想当年，您以女儿之身参军打仗，那不是
也遭受了很多非议嘛，但您都顶住了，所以才建立功勋，扬我国公府之威。我知道您一直都有一颗豁达的心，但怎么现在依宁这点小事，您就放不过了呢？啊？你知道我在意的不是这个，那您更不用在意了。我明天去跟官家解释，好不好？申远，八王案，你打算继续查下去吗？父亲，这件事情我已经有所打算了，父亲就不必跟着一起悬心。你上任1个月就查了那么多人，达里斯上上下下对你颇有意见。为父觉得做人做事，首先要求稳。你位置都没有坐热呢，却树敌无数。老实跟你说，蒋少卿现在对你不是很满意。是，我明白父亲的担心，但这件事情父亲觉得不应该查下去吗？查，如果你想查就查，但是为父希望你循序渐进。朝中势力错综复杂，你动一个人，你都不知道他背后是哪一方的势力。八王案牵扯甚广，当年八王跟陈九衡奉命一同前往江南赈灾，结果陈九衡贪污了赈灾粮，八王不知所踪。坊间传闻，陈九衡为了掩盖事实，害死了八王，最后落了一个株连九族的结果。父亲，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陈大人就不可能贪污。你为何如此确定？申远，为父只是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妄自尊大，而牵累了整个罗家。儿子谨记，但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下去的。哎呀，这大过年的，怎么老谈公务啊？喝茶，对，吃点心，说点高兴的事儿。啊，对了，母亲，前几日孙先生来府上，我跟他谈了一下慎远跟孙姑娘的亲事。孙先生的意思是想尊重一下女儿，问下孙姑娘的意思。好啊，这可是门好亲事啊。慎远自己怎么想啊？我对他没有任何意思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过2年再议。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我有些事情就先行告退了。公子，怡宁姑娘这会儿应该在国公府里吃年夜饭呢，您来这儿也见不到她呀。见不到她是好事，说明她在英国公府一切安好。唉，您早点把她娶了该多好，就不用这样日日想念了。今年的春联还是三哥写的呢。这府里放着一个大状元，当然用来撑门面了。现在祖母、三哥还有母亲，应该都在吃年夜饭了吧？姑娘，可要进去。回烟荣阁吧。是。
怎么了？几日不见，不认识我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么晚了，我以为你在罗府过年呢。那你呢？英国公府的年夜饭不好吃啊？三哥，我想你了。我也是。你在这里等多久了？没多久。可是若我不回来，你在这里一直等，岂不是白等了？你等在这儿这么久，只是为了送我这个？还有陪你过大年夜。这摩诃洛为什么看起来不太精致？你看不出来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吗？挑三拣四的。是你自己做的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三哥，你看他们放烟花放得好热闹，我也想去放烟花。走。此心之对已不回，一双人两相随，放两颗真心，朝生暮味。此生对人已不回，一双梦两人归，共盼望此生双双对。浅一枚，两人搂白首一对，情书成双对，饮水心扉。似诉心也美，舍不下须臾作对。君只盼我这人红老岁，心甘愿跟随，终是盼此生相对。凭心上滋味，让面上飞。问宿命何为？终有心同赴此会。我心飞，你以为双双飞飞。宪军怕是把整个英国公府的烟花都搬过来了吧？三哥这么快就知道我被封为宪军？只是太夫人跟我说，我现在是有品阶的人了，不能随意抛头露面，让我把烟容阁给关掉。官员经商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，但是近几年出了几桩官商勾结的大案，导致官家下令官员不得与民争利。小小的烟容阁当然算不得与民争利，何况铺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国公爷会说服魏太夫人的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。可是我不想让父亲为难。你认他了？今日我试着叫了一声父亲，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。原本我以为父亲就是一个冷冰冰的称呼，可是我现在觉得很温暖。那你认下他了，考虑回府住吗？三哥觉得我应该搬回去吗？那毕竟是你的家人。可是除了父亲，其他的人我都觉得有些陌生，而且我现在也不能回罗府，我已经没有家了。依宁，要是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家。其实我早就对你有……三哥，外面的雪好大呀！
敢说。你涓涓如歌，在心底泼墨，只一个交错，染一生纹落。人烟突大雨磅礴，爱船千回过，情一念如昨，守这个角落。舅舅，罗申元已经找到八王的遗骸了，就在虎头帮曾经的驻扎地老虎山。当年汪远派亲信高达去办理此事，就办成这样。早知道高达办理事情如此不利索，我就不掺和进这趟浑水了。罗申远都查到这儿了，汪相那边也应该有所行动了吧？咱们就坐山观虎斗，静观其变吧。国公府的小厮说，怡宁姑娘回了烟容阁，要不要去敲门？这过年她不在国公府好好待着，却跑到这里来，看来在国公府待得不开心啊。这个国公爷口口声声说宠女儿，宠女儿，竟是这么宠的。那舅舅这个时候更应该出现了。女人脆弱的时候，男人的关怀才显得。少用你那套在烟花巷学的用在她身上。我只是觉得，你又费心把宋子云找过来解释真相，又为他争取了宪君的称号，他怎么也能被感动？我与他之间都等这么些年了，也不怕这些时日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他会回心转意的。你快些回去吧，大过年的，别让家里担心。陆侯，一大早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听说你被封了县君，特来恭喜。您在这里等了一晚上吗？对，就当是跟你一起守岁了。妹妹，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守岁的日子吗？不记得。那时我还偷偷养了一株昙花，告诉你花晚上会开，你就蹲在花前守了一夜。后来才知道那花是夏季才会开的。陆侯，若是你没有事，我要去国公府拜年了。妹妹，大年初一，于别人而言是团圆的日子，但于我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人，像往常一样，又过了一年。陆侯，有什么话便直说吧。国公府是不是给你气受了？国公府对我很好，陆侯何出此言？待你很好的话，大年初一，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？这件事情与陆侯无关，跟我没关系，是不是跟罗生源有关系啊？妹妹，你跟他既然并非兄妹之情，那应该避嫌。大半夜的，他不好好在罗府待着，出来干什么？这些事情不需要陆侯操心。青渠，我们走。宜宁祝祖母岁岁平安，年年如意。父亲，宜宁祝您腾达亨通，青云得志。也祝我们小宜宁每天都开开心心呐，啊！
太夫人一早就在说，不知道怡宁姑娘今日什么时候回府，可盼着呢。老话说，再亲也比不过隔辈亲，祖孙情谊重呢。多谢祖母。怡宁，你那铺子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母亲，你急什么？我就是随便跟他聊聊。怡宁，罗府是书香世家。罗老夫人和林大娘子又那么疼你，你在罗府上肯定是不缺吃少穿，你怎么想着自己出来开个铺子呢？祖母，之前我在罗府的时候，自小也是生活在别院的。那时候我常常溜出去，也见过一些女子的一生。怡宁不想像她们那样生活。什么样的生活？依附于他人的生活。此话怎么讲？女子出嫁之前靠父母，出身便决定了她们会嫁给什么样子的人。出嫁之后便靠丈夫，运气好的话，夫妻和睦，平顺一生；若运气不好，妻妾相争，你死我活。怡宁不想过那样子的生活。唉，女人的一生自古以来不都是如此吗？祖母就不一样啊，祖母凭着自己一己之力，证明了女子并不比男子弱，而且怡宁也想像祖母那样，女子不只是嫁人生子，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。有志气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怡宁姑娘说这番话的模样，像极了太夫人您年轻时的神韵。您不就是在这般年岁不管不顾地上了战场，受再重的伤也没悔没怨过？你有这个心气，倒也难得。但是这个世间的事啊，不是你自立自强便能无牵无挂的。做任何事情，都应该有分寸。怡宁谨记祖母教诲。好了，祖母。这大过年的，您让姐姐谨记这个，谨记那个的。不过祖母，听您提及往事，明珠可羡慕了呢。若非舍不下祖母，明珠也想和父亲一样去边关上阵杀敌呢。哟，打仗是好玩的事情吗？那祖母打小教我练武，还说我一学就会，若不出去闯荡一番，岂不是浪费祖母一番心血？怡宁啊，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？我回去收拾东西，过几日我收拾好东西就搬回来。你真的愿意搬回来？这才是我国公府嫡姑娘的样子。大娘子，是林老夫人又来信了。可不是嘛。都说了什么呀？把我骂了一顿。是为了六舅爷和六姑娘的婚事吗？他说，我要是管不了茂哥，就把他送回临安去，母亲亲自收拾。要不，大娘子您再去劝劝。怎么劝？劝谁啊？母亲，我让厨房一早给您做了些点心，您尝尝。一大早送来点心，海柔啊，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吧？我母亲，林茂和六姑娘的事儿，您都知道了吧？这个林茂，除夕夜那一嗓门，你说府里还有谁不知道的？我这个弟弟林茂，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他从小就一根筋，他若不喜欢的，打死都不会多看一眼。
但是只要他认准的，轻易也不会放弃。但在我的印象里，林茂就是一个好孩子。海如啊，这件事你父母知道吗？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请教您的。林茂在你们林家可是独生子啊。六姑娘是个好孩子，他们只是不了解她，所以思虑过多。或许时间长了会好的吧。瞧瞧你这话说的，一点底气都没有。当年是我去林家说亲的，我跟你们父母还是打过些交道的。海如啊，你我经世事这么多年了，有些事情应该明了。一桩好的婚事，并非两情相悦这么简单。如今我还在呢，如果有什么事，我这个当祖母的还能做主，那往后呢？往后你想过吗？当父母的有时会棒打鸳鸯，但并不是无情无义，那是他们深知，人生之路只要一步踏错了，就会毁其一生啊。那母亲的意思是，宜秀的婚事必须由我这个祖母来管。若管不好，便会赔上了她的一生。如若不是真心接纳，我这个当祖母的，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。就这，我当喊我来看什么呢？你还笑得出来呢？他们这个反应，大姐你觉得很吃惊吗？那你打算如何？我说了要娶宜秀，就肯定会娶宜秀。好，那我问你，若是家里要跟你断绝关系，你怎么办？你的生意现在有无起色，让你自立门户，你能撑多久？你拿什么养家糊口？只要我与宜秀同心协力，就肯定不可能饿死。要是父母以死相逼呢？你怎么办？置父母于不顾？你可是林家的独子，为了婚事和家族决裂吗？宜秀心性纯善，你让她情何以堪？婚事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林家对宜秀存有芥蒂，又远在临安，罗家是不会把宜秀嫁给你的。茂哥，你也该长大了。你是说，殷国公跑到你府上去讨要军饷？是啊，老师，你说这朝廷没钱，我一户部侍郎能有什么办法？军饷都如此吃紧了，他不只说军饷，还一直说战马有问题。咱们这茶马交易虽不如从前，但那也不可能出差错。杨师兄，殷国公手下有个将军，此前就因为平定小波战乱，就是因为战马出了问题，打了败仗。是何问题？他们要的是一等马，但到他们手里的却是劣等马。这些马上了战场，不是奔跑不利，就是耐力不济。不可能，我们户部拨的钱都是购买一等马的钱，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。是，战士在前线拼命，战马却出了问题，这损伤的不仅是我将士的性命，甚至会是我朝的疆土。哎呀，申元所言极是啊，你打算如何处理？既有问题，就得追查。敢在战马上动手脚，背后之人势力不可小觑。此事万不可操之过急啊，否则还没等站稳脚跟，就已经被视为眼中钉，早早给除去了。咱们做官不就是为了这黎民江山社稷吗？这难道还能因为惧怕恶势力就什么都不做？师兄，我知道你心怀悲悯，
一腔热血想要去改变天下苍生的命运，但这次我们遇到的对手阴险狠辣，需仔细筹谋，再有所行动。哎呀，我就不信了，等咱们追查清楚这背后之人所做之事，上报给官家，官家还能偏袒他不成？只怕还没等查清楚，就已经被除掉了。我杨凌一身正气，何所畏惧啊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哎呀，此事可在意。听闻八王案有了些眉目啊，是，已经找到了八王遗骸，还有几十具虎头帮人的尸骨。官家如此重视八王案，刑部和大理寺查了多年都毫无进展，你一入大理寺就破了此案，背后的真相恐怕不会那么简单。老师，这慎远明察秋毫，实乃办案人才，跟刑部那帮尸位素餐的当然不同啊。官家在御书房，罗司正，请随我来。罗慎远居然找到了八王的尸骨，还进宫见了官家，他会不会查到什么？今天这蒜呀，新鲜的很。来来来，坐下吃。高达呀，你跟着老夫10几年了吧？回相爷，有15年了。那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呀？八王当年是被虎头帮杀的，又不是你，你如此紧张作甚？当年虎头帮行事之前，有人见过我。虽说当年我已将虎头帮尽数除去，但万一有人侥幸存活把我交代出来，我怕坏了相爷的事。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你当年做事不利索，虎头帮确实有参与，都把你给认出来了。属下失职，请相爷责罚。好了好了，起来吧。谢相爷。这是罗慎远派人送来的。罗慎远，可提出重审此案的人，也是他呀。要么他重审此案，只为博官家轻眼，或者他另有图谋。此人可信？可再观察观察。我原本以为啊，他和孙健那帮人一样，打着一心为民、匡扶正义的旗号，与老夫作对。哎呀，现在看来，他倒有几分识物，还真像。老奴李全拜见狄姑娘。这是李管家，以后府里有什么事情找他就行了。各位，快快请起吧。谢狄姑娘。姨娘，这间屋子是太夫人住的，这儿是我住的。啊，还有啊，以后这些地儿啊，你随便。想种什么花花草草，随便种啊！你看这儿，以后你就住这儿。哦，他们拿的这些应用之物都是我亲自挑选，回头你看看你喜欢吗？啊，我喜欢，都很好。谢谢父亲。谢什么？以后这个家都是你的，你看看。什么东西你想要了，你就随便拿。还有什么喜欢的，府里没有的，我帮你去寻，好不好？多谢父亲。哎，又谢。
以前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细心呢。父亲，祖母，哎，你来。这么上好的青瓷，我以前可从没见过呢。是啊，这是宫里赏的，我房里已经有一套了，这一套就给你姐姐了。祖母，你对姐姐可真好。妹妹若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你甭听她的，她呀见好就顺杆爬。你房里好东西还少啊？祖母，您别这么说我，您这样我面子往哪儿搁啊？哎，婷哥，甭理他，几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，他见不得人。祖母，明珠妹妹，我也带了一些上好的妆容用品，你们瞧瞧有没有喜欢的？祖母啊，这个呀是乌鱼仙油，用来洗头发的，可以减少掉发。这可巧了，太夫人这2年掉头发有些严重，正为这个发愁呢。这味道是不是还挺好闻的？不错。您若喜欢，这东西我管够。明珠妹妹，你快瞧瞧，这都是胭脂水粉什么的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是瞧着都好，那你就都收下了吧。那我就谢谢姐姐的好意了。国公是问要如何养女儿？哎，先生，您看啊，您一面要操劳这么多公事，一面又要独自把女儿养大。哎，再看孙姑娘呢，那真是温婉善良，知书达理，又气度非凡。所以啊，我特意向先生讨教些经验啊。哎，国公言重了。要这样的话，那就是多读书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是，这读书第一步先做什么呀？先找个好的先生啊。国公府不是现成的吗？你是说，我府的齐先生？太严厉。教教魏婷还可以，教怡宁啊，我不舍得。那国公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？一要有学问，要像先生一样学富五车。2要有耐心，不能太严厉。3品行要端，脾气不能暴躁。4长得要周正，看着得顺眼。国公是要找先生啊，还是招女婿啊？要找女婿，我至少再加20条。哎呀，国公啊，你要找的这位先生啊，全天下也只有1人能够胜任呐。谁呀？请2位大人在此稍作休息，等国公忙完政务，小的再来通知2位。有劳了。罗嗣政自上任以来勤勉克己，大理寺卿对你也是颇有赞誉，连官家都是对你青睐有加呀。侯爷真是谬赞了。奉劝一句，做事过于激进，未必有好结果。职责所在，就不劳侯爷费心了。念你在罗府对怡宁照顾有加，我提醒你，别白忙活，难有收成。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魏怡宁现在可是英国公的嫡女，又是宪君，和罗嗣政门户有别，以后还是少来往的好。我跟怡宁自小一起长大，情谊也非他人能及。我也提醒陆侯一句，不要总是上赶着。难不成罗嗣政对他真的有男女之情？你可是他的哥哥。陆侯，恐怕真的是忘了吧？
我跟怡宁并非兄妹。二位大人，国公有请。父亲，您要给我请先生教我读书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吗？倒也不是，只是我的学问，怕也是没有先生愿意教我。怡宁，我们英国公府一直相武，很少有文墨，而且现在朝中重文轻武之风盛行，我觉得你多读一些书，将来对你还是有好处的啊。只是……哎，先生的事你不用担心，他一会儿就过来。待会儿他来了，如果你不喜欢，那我绝不勉强，好不好？国公爷。陆侯，父亲，这就是您给我请的教书先生。魏姑娘，我可以教你习武，这教读书我恐怕不行啊。不过魏姑娘要是想学，我也可以陪你，就像以前我们。陆侯，请您自重。罗慎元，云儿，这才是我给你请的先生，你的状元兄。罗司正，怡宁读书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近日想着要练练字，却一直没有动笔。那真是难得你有这份闲心呢。以前在罗府的时候，让你写个字，还得讨价还价。你来。其实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早就知道我们并非亲兄妹。你早就知道？杜大夫替你看完病，我就去找了当年照顾你母亲的安氏，得知了此事。我怕告诉你真相，对你伤害太大，所以一直没有说。那为何你现在要说？宁，我对你早就不是兄妹之情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对我是何情感？
三哥，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来。怕错过，怕犯错，怕海棠看了又落。原来爱越在意越不敢说。你打算躲我到什么时候？我其实早就喜欢上你了。认定你轮廓，情无计后果，用一生缄默。你圈圈如歌，在心底泼墨，只一个交错。但如果你对我没有男女之情，我还是会像以前那样对你好，绝不会去办我。